很多朋友家里都会有这种不锈钢的汤锅，但是用过一段时间过后，上面会起一层黄垢，特别难清洁干净，用家里的钢丝球也不一定刷得干净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，我们不用刷不用洗，让它自己变干净，非常的实用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拿个容器过来，在里面倒入食用小苏打。小苏打，平时很多朋友都会拿来清洁污渍，其实小苏打对于清洁油渍也是有很不错的作用，就加入小苏打来清洁，就会更加方便一些。我们在里面滴上几滴洗洁精，洗洁精，清洁油污的好帮手，我们洗碗、清洁灶台的时候也会经常用到它，所以我们加入几滴，这样对于清洁不锈钢锅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清洁作用。我们在里面倒入一些白醋，白醋遇到小苏打的时候会发生反应，白醋不但可以清洁污渍，而且还可以软化一些厚重的污垢，这样不锈钢锅表面的厚重油污就能够被软化出来，我们清洁起来的时候也会更加轻松。我们把这几样东西搅拌一会，让里面的小苏打、洗洁精、白醋能够完全溶解在一起。我们拿一些纸巾过来，蘸取溶液，把纸巾敷在不锈钢锅有黄渍、污渍的地方，都敷上纸巾。为了展示清洁后对半的效果，今天只敷一小部分。我们用纸巾敷好了之后，静置个20分钟左右。我们掀起纸巾，就看到不锈钢锅表面一些比较浅的黄渍、污渍已经被清洁出来了。这是因为黄渍被白醋软化，被小苏打和洗洁精溶解掉了，所以表面的一些黄渍已经自动脱落掉，原来看起来非常厚重的污渍，现在明显就变淡了很多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锅上面有一些很顽固的污垢，用上面的办法清洁以后，稍微还是有一点小残留，不需要用钢丝球，直接用百洁布轻轻一擦就会很干净。这样清洁过的锅还是很干净的，白净无瑕，整个锅面都透亮了许多，清洁不费劲，更加省心。这样的小妙招你学会了吗？如果自家有很多用久的锅变成这样的脏的样子，不妨尝试用上面的办法清洁干净吧。使用不锈钢锅时要注意什么？在使用不锈钢时要注意火焰控制，不要让火焰跑出锅底，否则就容易造成不锈钢发黑无法去除的问题。所以使用的时候只要将火焰调控在锅底范围内，不超出锅底，即可保证不生黑。在使用不锈钢进行煮酸性食物时，不要长时间浸泡，否则会影响不锈钢油封层的安全性，从而导致产生生锈现象。冷加热温度差别过大也会导致不锈钢罐体变形，降低使用寿命，因此尽量避免将冷的不锈钢容器放入过热的汤水中，或者将过热的不锈钢器皿放入冰水中，以免造成过大的温度变化导致变形。不要使用磨砂，干净美丽的不锈还要长期保持，避免划伤划痕影响美观，只需用清洁剂局部擦拭即可。使用时避免切割食材，刀具直接接触易造成划伤，同时也想保养时避免煮电饭煲切割罩，同样道理损坏刀具。清洗后不要用强酸性去污剂或强碱性洗涤液进行清洗，因为这会消耗不明成分，对健康具有危害，并损坏光泽亮度和油封层安全性。有强酸或强碱涂抹，只需用小苏打水浸泡，再清水冲洗，更易干净，无害健康。厨房清洁难题：不管是什么材质的锅，
在用了一段时间后，锅的内外都会有厚厚的一层油污。要是只在外面刷，锅里面的油污也会跟着进食物里，然后影响食物味道。要是只在里面刷，锅外的油污就会跟着锅的把手、锅的底部到处沾，弄得油腻腻一堆，甚至会影响到其他用到那地方的东西。家里有条件的可以直接用洗碗机清洗锅具，家里没条件的只能手动清洗。而除了锅具外，厨房油污最多的地方就是灶台和抽油烟机了，这两个地方也是油污最多的地方。每天只要在厨房做一点点饭，都能让这两个地方油腻腻的，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清洗程度也应该与锅具相当。无论怎样去清洗，厨房的油污清理起来始终都是一件麻烦的事。不少人宁愿忍受油腻腻的厨房环境，也不愿意天天清洗厨房。要是每周再彻底清洁一次厨房，那就更是一件恶心人的事。厨房油污那么难清洗，难道清洁方面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其实方法特别多，比如牙膏加白醋。说来奇怪，白醋作为调味品，日常生活中经常拿来清洗水果蔬菜，清洗锅具和家居用品时鲜有人提起。而牙膏是清洁卫生的专业户，但是不直接用在清洁卫生上，反而有了新天地。实际上，牙膏是一个清洁神物，里面有成分可以清洁污垢、去除异味、保护表面。你可以将牙膏挤到有油污的地方，稍微静置一会，然后再用布擦拭，就能擦掉一大部分油污。用牙膏清理油污能省力气又省时间，清洁效率非常高。但是光有牙膏还是不够的，因为牙膏虽然能清洁污垢，但是清洁能力并不是无穷的。如果你想要牙膏清洁得更彻底，就要用上白醋。牙膏和白醋在一起，双方的清洁能力会有很大的提升。两个产品共同作用的同时，油污也会加速分解，洗起来会更加轻松。厨房油污清洗不容易，但是还是有方法。只要大家尝试上面的方法，就能轻松解决厨房问题。你知道了这几种清洁方法，还有其他清洁问题吗？快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好了，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